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皮，今天继续更新 BW 第2部剧场版《裘雷姆 vs 圣剑士》。这部剧场版的内容相对来说比较简短，主线就一个，那就是凯罗迪欧对战裘雷姆。影片一开始，凯罗迪欧在3位圣剑士的带领下进行着特训。凯罗迪欧的目标很明确，那就要成为一名圣剑士，并且和裘雷姆对战。但是3圣剑的老大却因为凯罗迪欧现在还不能使用剑，所以不准他现在就和裘雷姆进行对决。然而此时心高气傲的凯罗迪欧认为自己已经有能力对付裘雷姆了，于是在一个夜晚，他偷偷来到了裘雷姆所居住的地方，谎称自己已经是圣剑士，并要求裘雷姆一战。这我要说一下，裘雷姆的登场方式特别有逼格，出场自带一股寒气。不用想，这战斗凯罗迪欧是被完虐了，头上的脚都被打断，而这就要一旁观战的圣剑士忍不了了，因为圣剑士的出现打扰了对战。裘雷姆非常生气，直接变身焰白裘雷姆，一招将3圣剑同时封印。此时惊惧交加的凯罗迪欧夺路而逃，就这样在一列火车上，受伤凯罗迪欧与小智一伙相遇了。而与此同时，热烈战斗并未完结的裘雷姆追了过来，不由分说对小智一伙发起了攻击。还好此时火车进入隧道，这才躲过了一劫。在隧道中，爱丽丝回想起了龙之乡大婆婆所说的话，裘雷姆是世界上最强的龙骑士脚背。关于这一说法，我不发表任何意见，都是翻译史上说的。载着逃出裘雷姆追赶的小智一伙将凯罗迪欧送往了神教育中心，治好了他的伤势后，小智等人于是就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而此时裘雷姆又追了过来，为了让凯罗迪欧救下自己的同伴，爱丽丝当诱饵负责引开裘雷姆。裘雷姆果然上当。而与此同时，小智正带着凯罗迪欧赶往竞技场。在这一路上，凯罗迪欧不禁回想起了自己在3圣剑身边训练的往事，并慢慢思考当初 BD 吉翁所说的真正的力量与勇气的含义。然而当凯罗迪欧再次来到竞技场时，凯罗迪欧却还是退缩了。他认为自己欺骗了裘雷姆，所以裘雷姆绝对不会原谅自己。而听到这话，小智却并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淡淡的一句：“我知道了，那我去一趟。”随即就皮卡丘走了。在竞技场内，小智发现了被冰冻的圣剑士，正准备开始援救，裘雷姆却在这时赶了回来。他怒斥着让小智快走，这里不是人类该待的地方。小智再不会乖乖听话，于是裘雷姆便发起了攻击。这时终于有所觉悟的凯罗迪欧赶了过来，就这样一场大战即将打响。在这场战斗刚开始的时候，凯罗迪欧就转换了新的形态，头上的断脚也恢复了过来，但是这依旧无法阻止被裘雷姆吊着打。站在一旁观战的小智忍不住想让皮卡丘插手，却遭到了凯罗迪欧的拒绝。而与此同时，被冰封的3圣剑也终于挣脱了冰封，和小智等人一同在旁边观战。这时凯罗迪欧无疑已经有所成长了，他脑海里不断回想起3圣剑曾经对自己的教导，终于凭借自己的力量成功烧到了裘雷姆。而此时裘雷姆却转换了形态，打算使用大招一举干掉凯罗迪欧。而这次凯罗迪欧也跟着放大了，在冰封的状态中，他终于使用出了神秘之剑，并借由这股力量，他和裘雷姆单挑了好几个回合，这搞得裘雷姆也不禁兴奋了起来，直言：“终于等到了，这就是你真正的力量。”此时裘雷姆又打算使用一个大招，凯罗迪欧见状也回了一个，但这只是改变了裘雷姆的攻击轨道。眼看着小智一伙就要被波及到，凯罗迪欧冲了上去，挡住这一发攻击，但却因此身负重伤。这样战斗最后，凯罗迪欧承认自己输了。裘雷姆却说：“在胜负面前，你选择保护同伴，真是一把好剑。”于是便转身离开。这部剧场版的最后，3圣剑邀请小智一伙见证圣剑士的宣言。就这样，凯罗迪欧终于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圣剑士。这部剧场版的总票房只有36.1亿日元，其中最大看点绝对在于裘雷姆身上。在和凯罗迪欧战斗过程中，相信大家都应该可以明显感受到裘雷姆根本就没有尽全力。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大家觉得裘雷姆和裂空座谁更强一些呢？好了，我是阿 P，咱们下期见。